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我车后面有一辆 Proton Persona， 对，没有错，这个就是我想要试驾蛮久的一辆的 Proton Persona Setra GTI。Oh my god！ 这款车呢，它是当年非常好卖的一个 Persona 款式之外呢，它的悬挂设置比现在新款的 Persona 好太多了。它就是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一个设置。新的 Persona 已经没有了，它变成了 Torsion Beam 扭逆梁了的。所以本期视频呢是非常感谢车主 Charles Morning， 非常感谢你这次让我试驾这款车，这是很多观众也是想看的，你知道吗？那这辆车是新车，家里买到现在哦。啊，对。从2010年这样的时间，大概现在也10多年了啦，保持着依然非常好看的一款 Persona， 所以我们今天会去walk around review 呢，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给大家看。等下我们会加到云顶上去了的。好了，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我都说 Let's go。在2007年到2015年之间，这款的 Proton Persona 卖的是非常的不错，有分 facelift 跟 pre-facelift。怎么分？它是一个 facelift 版本的，有没有看它的这个车边镜？如果是前期的话，它是一个尖尖的、圆圆的；而后期的话就变成一个四方形的。再来就是，如果在没有改这个 side mirror 的情况下呢，侧头灯呢它也是变成了一个熏黑的，后尾的方面呢也改成了这种 LED 的白色的 signal 壳在这边的。如果是前期是那种三粒眼这样的，还有沙令暗那个感觉的。里面的 meter 也是从晚上开的是橙色的，变成了晚上开的是白色的，而且这款的 meter 是让我非常的喜欢的。很明显，在我身前面的这辆是一个 facelift 的 Proton Persona， 悬挂设置也是刚刚我所说的啦，前麦花臣，后面是多连杆的一种设计。前期跟后期的引擎呢，它也是依然这一个1.6公升的4缸的自然吸气的引擎啦。可是呢，后期呢加了一个 IAFM， 它的动力也是一样110匹马力，还有148个牛顿米。可是呢，后期因为解决了第一转没有力的这个情况 ，response 会比较好一点，低扭的动力还是不错的哈。这辆车是当年主打的一个大概最贵吧，60千左右吧，你可以买到一个 C segment 的 sedan。以前这辆车是归类成 C segment 的，然后现在新款的 Persona 变成了 B segment 了的，所以这辆车的 size 啊其实是不小的啊，尾箱空间就很深的感觉，带金夹带色啊这辆车哈。然后它有一个 GTR 这种设计的哈 ，absorber 呢是暴露在外面，所以我们看得到的。当年这辆车有很多 spec， 可是这辆车的配置是一个 M line， 因为你买最高配的话，它是没有 manual 的选择。那这辆车是 M line 啊，没有 ABS 啦。后期呢 ，Proton Persona 就推出了一个叫 SV 的，就是说最便宜的 Persona， 大概4万多块而已哦。可是它就有 ABS， 后面有 disc brake， 比较高松一点的。它至少给你这个 ABS 还有后面的 disc brake 的。它至少有一个排气管的这个 muffler 给你看到。这辆车呢，就很明显看到会比较低一点的，后面大概2根手指。它是用这 Gap 的 Sport Spring 还有 Gap 的 Sport Absorber。后面就没有 disc brake， 它是一个 drum， 有特别的调料，比较紧一点点的，所以踩刹车的时候呢，后面会比较刺一点。轮圈呢还是保留着15寸的，4粒轮胎都是用这 Toyo 的 Proxus TR1 195/55R15， 这是后面。那前面是195/60R15， 为什么呢？它家店当时没有什么货，为什么前面选择了放了一个比较厚一点点的195/60R15？ 前面还是一样保持原装的刹车卡钳，可是用这 Bendix 的 Ultimate， 它比 Metal King 还来得更高，换上了一个刹车通风碟啦，前面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这个高度刚刚好啊，看了都不会像加穿的感觉哈。以前的开关门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扎实哦，我小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不好听，为什么？你看那个Toyota关门的时候啦，嘣一下嘣一下声音，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它不像很高耸。Toyota Vios 那种真的是很高耸的感觉。不是款的 Persona， 我觉得它失败是在于它不太会利用内饰的空间。这辆车是比较大的，没有错。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跟这个一样的，所以我坐在后面呢是几乎没有腿部空间的，根本是顶着的啊。然后我的头部空间大概是在一个拳头。对，它的这个发泡棉呢是偏软，支撑性很好，很舒服，没有错。可是就是空间上面哈，我不知道当年为什么 Proton 的这个设计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然后后面就有鼓起来这个高度，头枕也是有的哈。
哈，可以调整的，非常的舒服一下的。后面锁门呢都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些都是一些 fabric。当时我最喜欢的 Elegance High Spec， 它就有那些皮革啊，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银边的手把啊 ，everything 看起来都非常的真的 elegant 啊。这个座椅呢，其实对于我的个人来讲是相当的好看呐、有一点类似像 Semi Bucket 的啊。对啊，这辆车以前前期的出一个叫监督的，监督就是它的大哥哈，看起来比较 sport 一点的，它的感觉就是好像当年 Volkswagen 出了帕萨还有帕萨 CC 的那种感觉哦。帕萨 CC 比较带跑风，所以帕萨 CC 就是监督，帕萨就是 Persona， 所以 Persona 比较安哥一点那当年。OK。这样一个储物空间哦，冷气的控制在这边跟 Satria Neo 是一样的啦。这辆车的方向盘呢是一个三辐式的，当年我觉得不断蛮好看的一个方向盘，就类似像 BMW 的 M Sport 方向盘的感觉哈。它有给这音量按键，它有包裹这个皮啊，所以整个握感握起来都相当的不错。那这里有一些储物空间，左边这里也是一样有的放东西的，所以我们放书包袋啊、手机啊，完全都不是问题。利用空间虽然是没有盖啊，至少我可以很容易储放我的东西这样。那这里一个圆圆洞，我不知道来干什么的啊，可能可以加装一些特别的 switch。Push start 也是可以在这边。现在我们来打着引擎看看啊。所以啊，这一个 meter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这是 Persona Elegance 那种哈。那么打开头灯 ，Aircon。它的方向盘呢，只能调整上跟下啦，不能前跟后了哈。它是一个5速的手排，变速箱换挡的这个感觉非常清晰，每一档我都知道在哪里。哦，还有 reverse sensor， 还有一个传动手刹，还有2个自备架动是非常小哦。一个手扶哦，不能调整的，但是至少有手扶哈。没有镜子，中间还有个灯，这里有镜子哈。引擎盖。这辆车的外观呢是看起来非常原装的啊，所以这辆车改过了什么呢？有一个 Ultra Racing 的 Front Strut Bar 3 point 的，后面还有一个16mm 的 Rear Anti-Roll Bar， 加了一个 Open Port 的 Air Filter，J Craft Ignition Booster， 让它可以点火比较平均，点火也是比较稳定一点的。4速翼的 Extractor，XCD 的 Heavy Duty Clutch， 自具引擎是一个1.6公升的 Cam Pro IAFM 4缸的自然吸气引擎，拥有着110匹还有148个牛顿米，4000转可以爆发最大的扭矩啊，0到100为11.5秒。油桶有50个litre啦，所以这辆车的这个方向盘是用着 hydraulic 的 power steering。悬挂设置呢，前面是一个 MacPherson， 有一个 stabilizer bar， 后面是一个Multilink， 它也是一个 stabilizer bar。整个操控相信一定非常的棒，所以当年它就是主打的 Lotus handling， 车主还有经常来跑一下云顶这样子啊。我们大家去晨跑啊，关的声音都是非常的solid，它的高度、它的长度，它不像新款的 Persona 这样哦，会比较偏高，然后轮小力这样哦。这款是真的好看。OK 了，话不多说了，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当你第一次上手这个 Persona 的时候，如果你驾过新款的，你再来驾这款，你会觉得这款的 Persona 就是一上手的时候，感觉到底盘非常的棒了，真的很扎实啊，整个车脚就是你会感觉到整个操控非常的好，就对了，跟新款的来相比。因为新款的比较偏于家庭用啦，比较偏于容易驾啦，而且这辆车是手牙的，所以它的手牙不难驾。哦，看，它会戳一下，弄到它的 icon， 不冷掉。啊，方向盘很轻哦，它是一个 hydraulic 的方向盘。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它会容易驾好驾，是因为它方向盘够轻啊，调教的。同时一般上的这个 hydraulic 的话，比较偏重哈，要给你在 highway 的时候，它的油门不会太 delay 哦。你驾过新款的 Proton 的话，你觉得油门 delay 到鬼一样啊。可是这辆车就是你要超过3000转，那个动力才会感觉到开始来哈。有时候太低转换牙又好像不爽那样的。
啊，这辆车已经陪你们这么多年了哦。其实有什么大修吗？这辆车？最近有换过那个 clutch plate 啦，最近因为它磨损了嘛，就换那个是 heavy duty 的，就吃一点，没有这样容易 slip。是哦，感觉到一放的时候那种感觉到比较摇一点的。然后最近的话会比较多亮 engine 灯这样子。啊，亮 engine 灯的话，我的朋友也是一辆，它是 sensor 的问题啦。它那个 O2 sensor 换了，但是换了之后它还是一直会出来，不懂什么原因。啊，对，我有换那个，之前他 check 第一次是 NOx sensor， 第二次是 temperature sensor。啊哈。我换了 temperature sensor， 第二天它也是又亮 engine 灯。如果它再出来，就是你去买一个黑色的本本的marker涂一下，看不到了。爽爽出来了，就是这样。啊，爽爽出来，也是照这样子加罢了，没有问题的那个灯。但是动力那些是完全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哇，等下一丢 clutch 的时候那个感觉，嘿嘿。要习惯它的油门呢。它油门的话会比我们驾过的那种Proton以前的啦，4G 啊、4G Series 啊，你感觉到以前的吊钢线的油门是非常的敏感。这辆车会慢一个半拍，就是讲我的油门在踩1秒钟，大概它才会有那个反应。哦，你在踩油啊，然后到我松开油门的时候呢，它会比较迟会松开。所以你看为什么每次换起来的时候，这样子，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可是驾起来是非常的轻松的，这辆车它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换了这个 XCD 的，感觉到它不会很重哦，你的 clutch 是软这样。我换了过后，它反得比较轻。哇 ，surprise 哦！一转的时候它驾起来，真的是比较没有力一点点啊。因为你讲这个是 Campro IAFM 还没有 Plus 嘛，过来出一个 Plus 是那个就是 Satranio 那边用着的一个 CBS 的那个款啊，这个底转会比较稍微没有力一点点。不会分别太大，尤其是刚刚起步的时候呢，还要特地去补一点点的油，不然会失火，感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上了这个3000转以后了啊，这辆车天堂了啊。那你觉得这辆车会吃油吗？蛮吃一下。打95是吧？95。这样你一桶油可以走多少 km 啊？差不多80块400。1升差不多跑11、12这样啊。这样子油桶相对来说会比新款的大哦，50个litre这样哦。有一次我上云顶，不懂它车油嘛，我就一直那个跑哦，我跑一半，我上一个空的时候，它亮那个 low engine oil pressure 那个灯出来。OK。过后我就拿去 check 了，好像少很多黑油，我就懂它吃很多黑油啊。过后每3000它都吃1litre这样。哇，3000吃1litre很严重一下哎。所以我会一直 check 一直加。方向盘在高速的时候会比较轻一点，但是好在它是会很精准一下哦，它的摆动，你看这么小小的弯，我的摆向就是那么一点，所以以前的 Proton 加起来真的是会比较有味道哈。Everything is right，Lotus handling， 为什么他刚刚讲这样大声？我的 handling 真的是棒的，很舒服一下哦，一点都不察觉换了 Gap 的 Sport Spring Sport， 知道不？差不多这个年代的 Proton 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最好驾的车是 Proton Perdana。OK， 因为我家里有一台啦，不要问什么。它是一个 V6 的款式，然后有 AT Coolant 的最后一档的。那辆车的整个底盘一点都不软的所以算是它是偏舒服没有错，它是给到你的操控。你怎样知道它的操控好呢？你上一轮嘎拉highway你就知道了，你走到去文东那个方向。整个车的底盘chassis好不好，你大概懂了。我的放没几米的车会打炮了，现在过完完全没有什么负担。虽然它是一个省单，你知道吗？但是我感觉到屁股不会很负担的，因为它讲它都是一个多连杆的支撑，它不会像我们家的新款 Persona 它操控好是没有错，可是就是一到一个弯的时候你感觉到屁股很偏重的好像拖累这一些东西这样。觉得蛮好做一下 Hyundai 不难做。1.8起伏1.3。这个0到100直接去吧，可以7000换。
啊，7300哈，红线是6500啊，那个比较7300哦，开玩笑这样子。有力一下，而且这辆车的精髓是在它的尾力哦。它越高速的时候啊，那种你会感觉它扭力就是很高的，对哦。这有啊，哥。很多这个旧款的也是一直喷白眼的。Come on， 你们去哪儿？哇，哥直接吃这样快哦！不错哦，这辆车的操控真的。哎，我驾到家就是过弯就是很有信心了的感觉。这个 brake pad ultimate 是。现在冷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让它踩下去。热的时候它就就感觉到它的那个刹车了要。它比我的预期当中容易做 U 斗太多了，因为之前我做刹车太难了哦。做什么？这个车就很好，160了嘞。我再过这个弯看它，定了有没有？这辆车除了它的方向盘偏轻之外啦，也要抓紧啊。但是就是感觉到它操控非常的棒。太爽了，跟新一代的太大分别了。你们如果有机会去试一下这款，你 City Drive 你就知道它感受不同了的。怎样讲都是没多少。Auto 的话 4AT City Drive OK 啦，可是你要动力的话还是输一点点的，因为有个 converter 在那边作怪嘛。好在的是它它够稳定。高速的上面我一点都没有怕过，真的。最值得是什么？除了操控之外哦，就是冷气特别的冷。我现在关掉那个 compressor 到现在，我觉得很冷一下，还是有冷风在那边。不要放炮给我啊，我会怕的啊。1.3、1.6、1.8。OK， 我们是时候来一个大弯了哈，这个弯是我的最爱，看能不能破我之前 Golf R 的记录，没有啦。之前加 Golf R 150多过弯呢，会卡菲的哈，我有听错。没有，不是卡菲的，它不会卡菲的，那个叫我一下大家。哦，大家叫我一下。哦。你原装对吗？哇，力水是不错哦，真的。拉高转的时候，尤其是5000多转那种感觉特别的good哦。他讲4000转爆发最高扭力嘛，但是我感觉他是5000转才是哦。连我家 Saturn Neo 也是这样的哦。胎压在叫 ，OK。我这样子过完了，我感觉整个车就定的，不会好像要翻车那种感觉啊。如果你驾驶款的时候，它的侧倾会比较严重，所以感觉到有一点比较怕一点点啊。虽然它操控是不错的。到了哦，哎，热气啊，热气有啊，这辆车，这来给我日常用我会喜欢这辆车。因为对我来讲哦，车的配置是其次啊，一辆车好不好驾对我来说是最重要。因为讲都是
我在跟他交流哈。OK， 哇，这么多猛车，好嘞，非常感谢 Charles， 下个影片再见。Persona。 冲上云霄了喂！哇，车多到鬼一样啊！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Goodbye。